摩根·艾奇的身份即将浮出水面，同是来自克星，大超真正的对手或将是血脉兄弟。Brother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钢人约翰·亨利·艾恩斯终于对超人放下了执念。TOD-22 的毁灭与当前宇宙的克拉克并无任何关系。也许当真正的危机来到时，约翰能够与超人并肩作战。同时，摩根·艾奇的魔爪越伸越长，山姆将军的忠实部下罗塞蒂也被转化为了克星人。X 克什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。战斗中，克拉克不得不进入7734房，里面除了克什啥都没有。这玩意儿改造后的生化毒气对克拉克造成了严重伤害。如今约翰选择从良，他们可以拿出全部精力来追查摩根·艾奇。目前有几个疑点：摩根·艾奇为何选择了斯莫维尔？X 克什怎么能把克星人的意识塞进人类躯体？为什么被转化的人大多数都不稳定？克拉克可以帮助分析案件，拉纳能从摩根身边打探消息，克里斯和路易斯负责整合与调查。他们要撼动这个人，已经俘获了所有小镇居民的信任，并且带动斯莫维尔的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5员工之一的艾米丽是拉纳的小学同学，她家里贷款还不上，还有上高中的女儿，穷途末路下找到了摩根，只要能改变生活，他什么都愿意。摩根不强迫任何人进行新生仪式，但却能哄得每个人都自愿接受。艾米丽的转化过程很顺利，动辄数日便能彻底掌控。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成为候选人，摩根成了百姓永远的神。因为他的事儿，路易斯又得加班加点。根据拉纳所见着的情况来看，转化后的人都特别高兴，心态从消沉变得积极。路易斯决定进入摩根·艾奇能源公司看看。很快，他们发现摩根宣传了大量广告，招收更多升职项目的志愿者。这下路易斯忍无可忍，直接闯进了艾奇公司。他赶走了所有前来报名的志愿者，白鹿的表情看着他。摩根不屑和路易斯争辩：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我在做人体实验，而且比起你一个被辞退的记者，我给小镇带来了实质性的收益。你觉得他们会信任谁？退一步说，自己从不强迫任何人去转化，这只是为了换取更好生活的等价交换。别飞蛾扑火了，路易斯，不如叫来你的克星朋友，等他见了更多的同胞后，说不定约翰的预言就成真了。路易斯愤然离去。学校这边，哥俩刚刚走下校车就被凯尔叫了过去。女儿前2天的表演多亏了你们，而乔纳森没有听进去，他主动上前搭讪，提出放学后一起吃个快餐。维克汉反手一张好人卡，我只是想在你骨折的时候友善一点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克拉克在餐厅遇到了艾米丽，对方几乎把摩根当成了再造父母。加入这个项目后，感觉神清气爽，天塌下来都能有推回去的感觉。他推荐克拉克也投靠摩根。女人走后，克拉克听到了千里之外的墨西哥有人求助，他立刻飞到了现场。只是落地后有种喘不上气儿的感觉，没有多想，先制服了所有劫匪。他越动越累，被其中一人硬生生喷倒在地。劫匪招呼兄弟们打光了所有子弹，克拉克很快恢复了神智，轻松制服了他们。子弹虽然打不穿他的皮肤，但不知缘由的虚弱也让他遍体鳞伤。超人居然被子弹打成了这样，怎么想都觉得不正常啊！克拉克认为是7734房那毒气弱化了自己。山姆当时说那屋里头是实验阶段的原型武器，多大威力不得而知，得叫他过来看看。今天是音乐比赛的决赛，乔丹和萨拉正训练着参赛歌曲，突然他鼻子一痒，一个喷嚏让手掌都结了冰。意识到不对劲的他跑出了教室，半路又是一个喷嚏。这回麻烦了，他按下呼叫器，克拉克秒到学校，一眼明了，儿子这是被传染了。克什生化毒气就像是流感病毒，久经沙场的克拉克只是感觉到有些虚弱，但传染给儿子后，他就直接得了克什病。山姆从没有想到这东西会害了宝贝孙儿，他是百口莫辩。毕竟研发克什武器经过了自己的同意。比赛即将开始，萨拉把乔丹不告而别的事情说给了乔纳森，乔纳森直接请假回家。弟弟的呼吸直接让房间接近0度，他想回去陪萨拉比赛，可一个喷嚏直接吓尿了乔纳森，来不及等国防部处理了。克拉克抱起他直奔孤独堡垒。路易斯指责起了父亲，您这一辈子只知道工作，家人永远是第2位，什么时候能当个合格的父亲爷爷，再回来拿走我们的信任吧。孤独堡垒里，乔埃尔分析出了孩子的病情，克什病毒导致他肺部充满液体，而他还拥有冷冻呼吸，这就导致肺部内在急速结冰。只有一个办法根除，
就像你当年一样，干烧肺部里的所有克氏残留。这个办法很疼。克拉克握紧了儿子的手，通过他撕心裂肺的喊叫和手掌的力度，能感受到儿子的痛苦。家里的娘俩担心到了极点。孤独堡垒之所以叫孤独堡垒，是因为里面隔绝了外界的一切，只能耐心等待他们回来。这次轮到乔纳森来安慰妈妈了。爱奇能源公司里迎来了一个新客人，摩根见到他之后，嘴角流露出了微笑。学校里比赛开始，拉娜和凯尔就等女儿绽放光彩，可萨拉上台后却选择了弃权，因为乔丹到现在都没来。凯尔见状，背起吉他直接上了台，帮助女儿完成了演奏，这让父女俩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缓和。很快轮到艾米丽的女儿上台了，但不知为何她像失了神一样离开了学校。凯尔决定跟上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此时的山姆一直等待军队的答复，为了女婿和孙儿他也很急啊。乔纳森走了出来，跟山姆聊了几句。他不明白外公为什么要研发那些伤害父亲的武器，难道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山姆只能告诉孩子，你爹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存在，而我呢，要保护好百姓的安危，哪怕只有 0.01 的几率，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这种感觉其实乔纳森理解，兄弟获得超能力时他也很害怕，但家人之间的信任让他消除了这种想法。他希望外公也能相信父亲，家人之间不会互相伤害。这番话让山姆思考了很久。回到屋里，乔纳森就跟母亲干坐着等消息。拉娜又回想起白天摩根对自己的怀疑，又结合了刚刚艾米丽的不正常，他还是给路易斯打去了电话。其实白天那会儿，摩根也想让自己参与改造，但拉娜拒绝了。现在仔细一想，说不定摩根已经洞察了一切。说着，门被敲响了，来者正是艾米丽。他和身后的大汉直接对娘俩下了杀手，并夺走了路易斯的呼叫器。听到动静的山姆扛起他娘的克什炮就冲了进来，一己之力为家人争取时间。克什毒气下，山姆以一敌二，但药效很快退去，他被重击打晕，不省人事。谷仓里，乔纳森悄摸掏出了2把枪，这是他之前从约翰车上偷来的。两人等待克拉克的间隙里，凯尔冲了进来，他感觉艾米丽好像不对劲，所以跑过来帮忙。艾米丽两人再次杀到，乔纳森果断扣下扳机，对约翰的武器。凯尔赞叹男孩的勇敢，但下一秒他也起了杀意。孤独堡垒内的乔丹刚刚痊愈，克拉克见到儿子遭受苦难，他鼻子一酸，强行把眼泪逼了回去。好在乔丹都能理解，还在虚弱阶段的他被父亲直接拉回了家里，赶在凯尔伤害妻儿之前将其打飞了几十公里。敌人见状直接跑路，国防部过来善后，同时路易斯也对父亲的态度有所缓和，哪怕之前他再不重视家人，今晚挺身而出的那一刻也全都抵消了。山姆就说了一句话，谁也别想动我孙子，还有我的宝贝女儿克拉克。我是外人了，我是外人了。哼，哥俩也都见怪不怪了，摊上老爹是超人，还有啥亘古奇闻呢？可就哭了萨拉了，他肯定不知道凯尔已经成了这副模样。如他们所猜测，凯尔灰头土脸到了家，支开了女儿，对拉娜坦白了所有事。早些时候他去找了摩根，就希望能改变生活轨迹，可刚刚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冲到了路易斯家。与此同时，克里斯的调查出了结果，莱斯利原名艾玛，大汉原名大卫，两人曾经都是斯莫维尔的居民，而德里克和罗塞蒂来自大都会，后两者是典型的失败案例。克拉克和路易斯一下就通透了，当年克拉克降临地球时，全世界都伴随着流星雨，那应该都是克星的残留，各种各样。X 克什伴随着克拉克一起掉落在了斯莫维尔。泰格、莱斯利、大卫、艾米丽和凯尔，他们都是斯莫维尔本土百姓，数十年来都被在矿井里的 X 克什辐射着，这才是摩根来这儿的理由。只有当地人才能彻底控制 X 克什带来的力量。这时路易斯的呼叫器响了起来，克拉克闻声赶去，摩根早已等候多时。超人的攻击被摩根轻松化解，他们还是疏忽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一群克星人愿意为摩根卖命呢？因为摩根比他们都要强大，他比克拉克降临地球要早得多，按照辈分，超人也得管他叫声哥呀。这剧情是越来越得劲儿了，摩根果然不只是个商人这么简单。这一来我也通透了，摩根、艾奇和约翰一样，来自 TOD22 地球，在那里他才是超人的兄弟。同配色战衣，稍微扭曲了一点的 S， 排除美剧魔改的情况，二家族里和克拉克直系的长辈亲属只有2个，叔叔佐埃尔，父亲乔埃尔，同辈亲属1个，卡拉佐埃尔。好了，那摩根不是血脉亲兄弟鉴定完毕，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